猜猜我今天来了哪个国家？估计很多人都猜不到，因为这算是在欧洲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的那个国家吧。这个机场去市区的大巴2个小时才有一班，所以我不得不用 taxi 了。然后今天那个是8点钟到这边的，但是下一班我看了应该是在9点左右的样子，所以说将近要等1个小时。哦，不对，10点。所以我在想，要不还是坐 taxi 回市区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哇，真的好夸张啊！找了一家私家的 taxi。OK。Yes。OK。25欧一口价。哎呀。Thank you。我现在已经到了酒店，然后就想，录一下刚才从机场到市区的一点感想。总体来说，感觉还是挺热情的。把我送到酒店的时候，他们还热情的帮我把行李拿下来，向我表示感谢。唯一让我感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可能这边外国人比较少吧，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冷清，而且别忘了这可是首都哦。所以我现在打算出去吃个晚饭，想更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包括人的性格啊什么的。我本来想晚上出来找点东西吃的，发现店全部都关门了，基本上你看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哇，还蛮夸张的，周六竟然是这个样子，路上只有来来往往的人。我感觉我现在只能去吃那个了，麦当劳啊、汉堡王什么的。就是感觉这个城市一到晚上就非常的寂寞，不像伦敦啊、东京啊那些地方晚上特别热闹。早上好，现在是早上9点多，感觉整个城市还蛮安静的，感觉应该科索沃的市民周末起床应该比较晚吧，我猜测。然后我今天就打算去在市区就转1天，然后晚上就回伦敦。市区并不大，很多景点基本上可以徒步到达。讲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依然对这个国家一头雾水、一脸茫然的感觉。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科索沃的概要吧。科索沃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中部，于2008年2月从塞尔维亚宣布独立，是欧洲最晚独立的国家。对科索沃这个地名不熟悉的人，或许听过南斯拉夫或者南联盟这个地方吧。没错，科索沃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于1918年12月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成立了南斯拉夫王国。经过重大变革之后，于1945年变成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在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和黑山又重组建立了南联盟，也叫塞黑共和国。但由于南斯拉夫内部的种族问题、政治体系的弊端以及各种内战和冲突，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布独立，标志着南联盟的正式解散。科索沃的独立原因与南联盟的独立背景脱不了干系，但最主要的导火线还是由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它涉及到了历史、民族身份、文化差异等问题。科索沃在历史上一直是多个民族和文化交汇的地点，其中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最主要的民族群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科索沃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了多数民族，也是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对土地控制权的争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压迫。尤其是在19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领导人萨拉托·米洛舍维奇收回了科索沃的自治权，加剧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冲突。又因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在语言和宗教文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加上经济困难和社会服务不平等的原因，也加剧了紧张的局势。科索沃经济相对落后，失业率高，长期的冲突和不信任的环境中被进一步的放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越来越多地要求更大的自治权，最终要求独立。1998年，塞尔维亚政府对抗议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冲突升级，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99年3月开始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迫使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结束暴力和恢复和平的要求。北约的空袭行动持续了78天，直到1999年6月10日才结束。空袭导致了塞尔维亚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同时也加剧了科索沃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次的干预最终迫使塞尔维亚撤军，科索沃于1999年被联合国临时行政当局接管。经过了数年的不稳定和国际社会的斡旋，科索沃于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经历了10多年的努力，已经有100多个国家承认了科索沃的独立，但它的主权依然没有得到比如塞尔维亚、俄罗斯、中国等一些国家的认可。由于90年代末的战争遗留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缺乏多样性的经济结构，导致科索沃的经济一蹶不振。截至2022年为止，科索沃的全国 GDP 以及人均 GDP 都仅高于黑山，在欧洲地区的排名几乎垫底。趁有点时间，我来超市来看一下当地的物价。果然，这边的物价比其他欧盟国家的地方要便宜很多。你看这些水啊，一瓶水才0.45欧，0.3欧左右。这拿到伦敦怎么也得要1磅吧，我感觉。然后我还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在每个商品旁边都写着是原产地是在哪个地方。你看，比如这瓶可口可乐就是来自北马其顿的，然后这个就是塞尔维亚，然后这个是科索沃他们自己当地产的，然后再看这上面这个，上面这个是英国的，所以不愧是英国，所以卖的这么贵。然后这应该是阿尔巴尼亚的。所以不同产地的东西啊，就发现他们的物价也是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也能感觉出它当地的物资的一种匮乏的情况吧。我感觉，你看它这个科索沃的地方生产真的就便宜很多很多。这还有一大堆电子产品，全是 Made in China 的，但不过 Made in China 还蛮贵的，我感觉。你看都是3、4欧，还有10多欧的呢，一点都不便宜。这应该是我跟克林顿离得最近的一次合影吧。在我现在正前方就是这个国家图书馆了，也是在小红书上或者网上相传的丑丑的图书馆。从外表上看去，这个图书馆的设计确实很像在2战时期那种前苏联的工业风格，甚至让我觉得就像是在那个废墟上建起了一个这样的建筑物的感觉。然后配合着这种灰蒙蒙的天气，让人不禁觉得有一些落魄吧。不过今天图书馆不开门，所以没办法进去探个究竟。我发现这个国家的狗还蛮多的呢，你看这路上到处都是这种小狗，就流浪狗吧，蛮多的。我突然想起一件非常 interesting 的事情，就是之前在那个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到处都是流浪猫，然后来到科索沃，到处都是小狗，就感觉还蛮有趣的。只是觉得这些狗没有人去管的话，会不会太可怜了一点？你们看，你看这个狗还蛮惬意，在这睡觉呢，休息。然后狗真的很多，一直看着我。这也是。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还是跑到这教堂的顶端来看一下全城的景色。哇，这风也真够大的，而且还下着雨，现在都没有人，就我一个在上面。然后你看上面全是涂鸦，这按理来说是可以爬楼梯上来的，但是他把它锁了，只能花1.5欧坐电梯上来。看到对面那个嘛，就是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然后远处就是场景，感觉这边山还蛮多的，其实。
One person. One person? One person, okay. Sit everywhere. Sit down.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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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ce, no salad. This one. This salad, no sauce. Okay. I will try this one. Yes, for bread. 我来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像快餐店的地方，然后点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肉的套餐，好像是当地的这个巴尔干地区或者是阿尔巴尼亚地区的一道名菜吧，就是这个混合的这个肉，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价格很合理，价格这些一套只要6.3欧，超级便宜。这边的物价真的是有点怎么说呢，低的让我超乎我的想象。当然也有很多贵的一些东西了，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这边的餐饮啊、日常用品的价格是在我欧洲旅行中最便宜的国家，到目前为止。Thank you。他们的那个整个各种肉的一个 mix， 然后再加上一点沙拉的，还有那个一些应该是酸奶，然后这个是他们送的饼。这些加起来也就只要7-8欧左右，所以真的不是很贵。它肉是先烤出来的，所以很棒，里面很 juicy。这个有点像是印度的那个馕的感觉。虽然是12点多钟，但是感觉这边人没有很多，客人都很少。那个香肠的感觉，没有那么咸，还不错。哦，这是一般的猪肉了。你看这种应该是里脊，有点干，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这个最好吃，这个肉饼，他们最基本款的这个。对了，你点这个套餐的话，它这个饼是免费送的，这个饼吃不完也没事了。各位，不到半天时间，我已经把科索沃的首都 Pristina 已经全部逛完了。总之呢，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可以逛的。如果是大家是抱着一种好奇心的话，可以来这边花半天时间过来，但是真的没有必要特意为了旅游而来。然后今天是周末，看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基本上感觉车比人还要多的感觉，甚至让我感觉有一丝的凄凉。在 Pristina 的短暂一日游，我仿佛目睹了科索沃从战争的废墟中重生，迈向复兴的启程。时间的流转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变迁，无人能够预测未来。但是我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共同怀揣着对世界和平、祖国繁荣的愿望。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复苏的动力。